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朋友们，最新爆点来了，美中高层居然跑到西班牙马德里，悄悄搞了一场谈判，焦点不是晶片，不是军演，而是 TikTok。没错，就是这款让年轻人天天刷到停不下来的短影音 APP， 现在直接成了中美角力的生死筹码。更劲爆的是，本周五9月19号，川普要和习近平亲自通话， TikTok 的命运就可能在这通电话里被拍板定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北京在撑了5年之后，为什么突然低头签下所谓框架协议？这背后是单纯的生意，还是习近平4中全会前的保命豪赌？今天我就带大家来拆解这场看似娱乐 APP 的交易背后到底藏着多大的政治风暴。那么这份框架协议到底谈了些什么？根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，这份协议的核心是 TikTok 的所有权将转移到美国企业手上，但具体是哪家美国公司接手，怎么办？平台的演算法归谁？目前还都是个谜。而中方的回应相对保守，中方贸易代表李成刚说，双方就 TikTok 问题达成了总体框架共识，但同样没给细节。他还强调，中方坚决反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、工具化、武器化。听起来熟悉的措辞，熟悉的套路。贝森特在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说，中方在谈判中就 TikTok 问题提出了一连串补偿要求，包括取消川普最新的关税和以往关税，以及取消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。但贝森特表示，美方没有同意取消现有的关税和贸易政策，而同意未来不采取某些措施。基本上他们中方得到的只是承诺不会发生的事情，而不是取消某些事情。关于 TikTok 谈判的具体细节，目前美中双方都没有透露具体细节，包括商业条款、TikTok 核心演算法的处置等。但美方对协议中国家安全方面的内容非常满意。贝森特说，他们中方感兴趣的是这款应用程式中的中国特色，他们认为这是软实力。我们美国不在乎中国特色，我们在乎的是国家安全。不过尽管这次北京嘴上的功夫依旧强硬，但还是有所妥协让步了。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，美方提出2大杀招之后，北京点头达成了框架协议。第一招是川普政府坚守底线， TikTok 如果不交出控制权，美国就将直接封禁使用。第二招就是美方发出信息，如果会谈不能达成 TikTok 框架协议，今年秋季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领袖会晤也就别想了。另外，框架协议是如何处理 TikTok 演算法的，这也是外界最关注的敏感问题。因为 TikTok 之所以有影响力，就是在于它那套精准为内容给用户的大数据演算法，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最担心的地方，它可能成为中共渗透美国舆论影响民意的大后门。很准确， TikTok 这场交易绝不仅是商业议题，更是政治筹码、外交交换。中方在这个时间点对 TikTok 交易做出妥协，显然是有其目的的。其实这次中美居然在 TikTok 问题上达成了框架协议，还真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场博弈从2020年开始，双方已经撕扯了5年了。从川普时代要弃用 TikTok 或要求出售其美国部分给美国企业，到拜登上任后，虽然语气放软，但国会2党去年还是推出了支持禁令法案。这几年中方立场也一直强硬，主张数据不能外流，演算法不能让渡，企业主权不能被剥夺云。结果这次谈判居然要让 TikTok 变成美国公司了，为什么就突然妥协了，或是有条件的交换？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么一笔并非什么晶片协议、航母撤军协议，而只是民营色彩的一个社群 APP 的转手交易，竟然要让2国元首出面才能亲自敲定，上升到了川普、习近平直接通话的层级。为什么呢？事情还没有完，
美国国会里头，特别是共和党的对中鹰派已经开始表态，即便川普和习拍了板，国会也可能不买单。他们强调要仔细审核该协议条款的具体细节。焦点问题在哪？一名熟悉谈判的白宫官员透露，协议大概会要求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持股压到 20% 以下，这样才能符合法案要求，等于几乎把中方控制权彻底剥掉。这还包括完全杜绝中共有机会存取美国用户的个资。美国国会去年通过了一部历史性的跨党派法案，里头写得很清楚， TikTok 必须彻底脱离字节跳动，甚至演算法都得完全切割。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，他要仔细审查协议，确保真的符合国会法案精神。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里更是直接说，如果框架协议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那川普总统就是违反国会意图，这话放得蛮重的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一方面国会放话要严格审查，另一方面多数议员选择避谈和观望。如果川普真的签了一份不完全符合法案的协议，国会能怎么办？说白了，大家心里也清楚，川普已经多次延期推迟 TikTok 禁令，严格说起来早就超出了台面授权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如果川普最后签下的协议，国会会不会真的动手反对？还是说大家嘴上强硬，实际上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更现实的问题是， TikTok 这个平台在美国已经有 1.7 亿用户，真的说禁就禁得了吗？好，以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国会和白宫之间就 TikTok 的法律和政治拉扯。那么关键就是周五川普和习近平通话，到底能不能生出一份连国会都挑不出大毛病的协议了？说回更关键的问题，中共当局经过5年在 TikTok 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较劲，为什么这次突然放软身段签下了框架协议？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到此刻，决定 TikTok 去向的协议也不只是一份单纯的协议了，而是更大的政治棋子。背后牵扯的不只是川普是否访中的外交排场，还可能是习近平在党内的生存危机。华尔街日报披露，过去2个月，中共外交官一直在积极游说川普访中，在北京举行川习会。王毅、崔天凯、董军近期都在和美方接触，甚至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稍晚也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，希望能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会面，争取促成川普访中。为什么这么着急？因为10月下旬，中共就要召开4中全会。按照一些观察人士的说法，习近平在党内的处境危机，权力已经受限。更有传闻说，10月的4中全会上，习将失去权力，但是他既不想退居2线，更不想下台。于是川普访中就被看成是一张习的权力保险卡。川普访中在中共的宣传上就可以塑造美国总统主动来见的假象，营造习近平权力依然稳如泰山的形象。在党内也可能成了一种背书，增加一种美国都得来求我，党内谁还敢质疑的色彩。在国际上则似乎还能展示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的画面。换句话说，习近平把川普的一趟访中行程看成了自己权力的续命符。不过川普也并不是轻易就按中方意图行事的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川普政府已经开出条件，北京必须在对美贸易、TikTok、禁止芬太尼等领域做出可交付的成果，否则别想让川普踏进北京。所以我们看到的 TikTok 博弈其实就是一个试金石。如果习近平周五真的愿意在 TikTok 上让步，那就意味着他真的很需要川普访中。美中在马德里的会谈所达成的框架协议，就是中方为后续政治需要铺路，搭建周五川习通话的一个棋子。但北京的惯用套路大家也很熟悉，口头说是一回事，实质做是另一回事。比如美方要求中方大幅增加大豆进口，北京没答应；美方要求中方打击芬太尼流入美国，北京回应除非你先取消对化学品的20%关税。
所以美方现在也在观望。如果北京一直拖延，那么川普访中可能会告吹。更微妙的是，这场戏的背景还有一个中共四中全会。有政论人士已经分析指出，习近平其实最怕党内逼宫。四中全会如果有人要求他退居二线，甚至交出权力，那就是大危机。而邀请川普访中，对他来说就像雪中送炭，不仅能在党内宣示外交胜利，还能用川普给我站台来巩固地位。所以故事走到这里，问题就来了。周五，川普和习近平即将敲定的 TikTok 协议，究竟会是一份怎样的协议？是否能完全满足美国国会的法案？中方此次谈判做出如此让步，是否真会如愿以偿地迎来川普访中会习近平？到这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中美最大的差距是中国现在是中共一党专政，美国是民主国家，是民主选举。对习近平个人来说，他只关心权力和权位，他不在乎经济下滑，不在乎中国老百姓生活下降。美国不同，美国优势的民主制度在人民手上，民选总统川普在中美谈判中不得不考虑美国的经济发展，美国再次强大，以及美国民众的切身利益。那么中共当局也好，习近平也好，用中共的思维去设计，甚至想驾驭川普，他能达到目的吗？根据目前的时间表，本周五川普和习近平将通话，这通电话会不会是 TikTok 命运之中的最终钟声呢？目前没人敢打包票。而美中下一轮经贸会谈预计将在11月10号前进行，也就是在美中关税休战协议的截止日之前。贝森特说，他不知道中美贸易关系将走向何方，我们正在朝着某个目标迈进，但不确定最终会取得什么成果。那么经贸交易的不确定能救已经危机四伏的中共的命吗？抱着中共不放的习近平还有救吗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